我曾经以为丰盛是一种得到的过程，必须努力证明自己够好，才有资格被爱、被看见、被赋予。于是我不断追赶，不断做更多，试图填满一个怎么也填不满的空洞。但那段日子，我越是努力，心却越是疲惫。明明收入增加了，却没有真正的安全感。明明获得认可了，却还是怀疑自己不够好。就像在一场看不见终点的奔跑中，永远不敢停下来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突然问自己一句话：我到底在追什么？那个提问像是一把钥匙，轻轻转动了我内心深处那扇尘封的门。原来，我以为的匮乏，从来不是来自外在的条件，而是我早已忘了自己本来就拥有丰盛的能力。我们从小被教导要努力才能值得，要成功才有价值。但没有人告诉我们，丰盛是一种内在的能量，它不是从外界取得，而是从我们内心自然涌出。当我开始慢慢静下来，去感受自己的呼吸、心跳与存在，我发现我其实一直在被生命滋养。不是因为我达成了什么，而是因为我是谁。那个不需要表现，不需要掩饰，也不需要被定义的我，就已经值得拥有一切美好。那是一种很深的体悟，像是灵魂回家的感觉。我开始允许自己慢下来，不再追求完美的自己，而是学着爱上真实的自己，哪怕有时候脆弱、迷惘、不安。奇妙的是，当我不再从匮乏中出发，外在的世界也开始变了。我不再害怕拒绝，也不再急着证明。我更愿意给予，也更容易接受。钱流进来的更自然，人际关系更温暖，生活也多了许多小小的惊喜。不是因为我变得更强，而是我愿意相信，我本来就足够，我本来就值得，我本来就拥有丰盛的能力。这个相信像是点亮了内在的一盏灯，它不是短暂的激励，而是一种深层的认回。认回我与宇宙原本的连结，认回自己内在那股稳定而源源不绝的能量。我学会问自己，如果我已经足够，现在会怎么做？这个提问帮助我跳脱惯性的焦虑与匮乏。我不再为了要成为谁而紧抓控制，而是开始允许生命自然地展开。这让我变得温柔，也让世界对我更温柔。我开始相信，丰盛不是一种结果，而是一种状态。是你相信自己值得，是你信任宇宙会给予，是你打开心，允许爱、资源、机会自然流进来。不是做更多换来的回报，而是在对的能量中，它自然就会来。而这一切的改变，都从那一刻开始。当我停下来，深呼吸，告诉自己，原来我一直拥有丰盛的能力。这是一种记得的过程，而非学会。因为丰盛从不曾离开，它只是被遗忘。我们不是在成为某个更好的人，而是在走回我们本来的样子。一个被爱着的，值得被支持的，与宇宙深深连结着的自己。现在的我，仍有迷惘的时刻，也有焦虑来敲门的时候。但我不再害怕，因为我知道，那些只是过客，不是真相。我愿意每天回到内心这座丰盛的泉源，去感受，去信任，去接收。世界依然在变，但我知道，我的内在已经不同。因为我终于记得，我不需要证明，不需要追赶，不需要祈求。我一直都是丰盛的，我一直都拥有让生命为我流动的能力。只要我选择相信，它就会回来。一点一滴，在我看见自己的那一刻，温柔地回来。曾几何时，我以为富有是某个终点，
一旦达到那里，我就能安心，就能快乐，就能被肯定。于是我追啊追，努力累积金钱，努力变得优秀，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值得被爱。但每达成一个目标，我都只能开心一会儿，然后又陷入新的空虚。我不懂为什么看起来更好了，心却总觉得还不够。直到有天，我在一次静心中听见自己内在很深的一句话：你不是变得富有，而是记起自己本来就足够。那瞬间，我愣住了，眼泪就这样静静地流了下来。我开始回想那些拼命努力的年日，原来不是因为真的渴望那些成就与财富，而是我以为只有那些东西才能证明我值得被爱。我没有察觉自己其实一直活在匮乏的故事里。匮乏不是物质的短缺，而是一种深层的信念。那个信念让我觉得我还不够好，我必须努力才能被接受，我一定要拥有什么才不会被遗弃。但那天之后，我开始慢慢松开这些信念。我开始观察自己的内在对话，开始辨认哪些是恐惧，哪些是爱的声音。我学会对自己说，你不用再证明什么了，你已经很好。一开始我很不习惯，内心还是会质疑，这样真的可以吗？但我选择练习，相信那份本来就足够的感觉。我发现，当我越来越愿意肯定自己，生命真的开始改变。我不再急着赚更多钱，却发现收入比以前更稳定。我不再讨好任何人，反而吸引到真正欣赏我能量的人。我不再强迫自己做什么，而是更自在地选择每一步。那种富有，不只是钱包变厚，而是心变得踏实，有力量。我明白了，所谓富有不是变成什么人，而是我终于停下来，感受到自己已经拥有很多。我拥有爱的能力，选择的自由，创造的力量和每一刻的觉察。我学会欣赏现在的自己，而不是等到某个更完美的版本才开始接纳。这样的我不再向外寻找认可，而是从内心稳稳地给自己支持。就像有一天早晨醒来，我静静地对自己说，今天我已经是完整的，不需要额外的什么才能感受到富足。那一刻，我真的相信了。这种信任是宇宙回应我的开始。当我停止怀疑自己，世界也不再让我怀疑。当我选择爱自己，宇宙就透过人、事、物来爱我。那种流动感是从内心发出的光亮，柔软却坚定。你知道吗？我们都曾在追求的路上遗忘了自己，但这份遗忘其实是让我们学会再次回来，回到内在那个不需要装扮，不需要努力证明的自己。那个曾经被遮盖的灵魂，正温柔地等着我们张开眼，重新看见它的丰盛。当你觉得还不够，请问问自己，这个想法真的来自我吗？还是它只是你曾经在恐惧中学会的习惯？真正的你其实从来没有缺席，你只是暂时忘了，你一直是够的，你一直是值得的。现在的我还是会有迷惘与不安，但我不再把它当成我不够好的证据，而是温柔地对自己说，我看见你了，没关系，我在这里陪你。这样的自己是我最大的财富。我不再需要拥有世界才能证明我有价值，因为我终于明白，我不是变得富有，而是记起自己本来就足够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总觉得世界欠我什么，欠我一份安定的收入，一段不会消失的感情，一个可以安心呼吸的生活。我把这些还没有当成自己不快乐的理由，也把所有的焦虑与不安都归咎于外在的不足。
直到有天，我陷入一种很深的疲惫，不是身体的累，而是一种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继续撑下去的空虚。我无法再用努力一点就好了来安慰自己，因为我已经太努力了。但生活依然让我觉得空洞。就在那个最低潮的晚上，我突然意识到，也许我不是在对抗现实，而是在逃避自己。匮乏从来不是来自世界，而是来自我与自己断了线。我想起那些时候，明明账户里有钱，心却总是紧张；明明身边有人爱我，我却总是担心被丢下。我一直活在不够的预设里，即使现实早已不是那么匮乏，我却从未真正感受到丰盛。那一刻，我明白了，匮乏只是提醒我与自己失去了连结。我不再知道自己的感受，不再听见自己的声音，更不记得自己其实可以是一个充满爱与力量的存在。于是我开始练习回到自己身边，不是做更多，不是要求更多，而是每天静静地问自己一句话：你现在好吗？一开始，我几乎听不到答案。我的内在太久没被倾听了，它怯生生的不敢说话。但我没有放弃，我选择留下来，用呼吸陪伴，用沉默陪伴，用允许陪伴。渐渐的，我开始听见自己的渴望，不是物质上的，而是情感上的饥饿。我渴望被理解，被肯定，被拥抱。但这些东西，我从来没学会怎么给自己。当我愿意承认这些需求的存在，我也开始学会不再透过控制他人来获得安定感，而是回到自己，练习给予自己那份缺席已久的爱。这种过程很不容易，有时候我还是会想回头去怪罪外在的不够，但我知道那只是习惯。真正的自由是选择不再依赖匮乏来提醒我自己的价值。现在的我仍然会有波动的时刻，但我已学会与自己在一起，而不再逃走。我开始懂得，匮乏不是敌人，它是讯号。它提醒我，我的内在正在呼唤我，你是不是忘了我？每次当我重新回到内在，当我放下手机，放下评价，放下焦虑的计划，只是静静坐着，和自己在一起，我就感觉到一种细微但真实的满足感。那不是来自成就或收入的满足，而是一种我没丢下自己的安定。那让我明白，真正的丰盛是来自我与自己之间的关系。当这个连结修复了，一切都会慢慢回到正轨。我开始相信，人生的每一次匮乏，其实都是生命在轻声对我说：回来吧，你离自己太远了。我不再害怕匮乏，因为我知道它不是惩罚，而是邀请我放下外在的追逐，回到内在的真实。当我愿意接受这个邀请，世界也就开始改变。因为我的眼光改变了，我的能量也跟着转化。匮乏不再定义我，而是成为我觉醒的起点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不是变得更强，而是变得更真，更贴近那个柔软、宁静、稳定的自己。我开始深深相信，当我与自己连结，我就与宇宙对齐，而那就是最丰盛的位置。有好长一段时间，我把人生当成一场表演，努力让每个人看到我的价值，努力成为那个值得被喜欢、值得被选择的人。我以为只要够成功、够优秀，就能让那些不安与恐惧消失。我以为只要够努力，就能填补内心那个总觉得不够的自己。于是我拼命工作，把行程排满，
让自己永远有事可做。我不给自己喘息的空间，因为只要一停下来，那份深层的孤单与空虚就会浮现。我很怕那种感觉，就像是整个人都被掏空，什么都抓不住。但越是这样活着，我越觉得累。累到某一天，我终于崩溃了。不是因为遭遇什么大事，而是某个再普通不过的夜晚，我突然在镜子里看见一双陌生的眼睛。那个眼神不再有光，那个眼神在问我，你这么努力，到底是为了谁？我开始哭，哭得毫无保留。那些年一直撑着的心，终于松了。那天我才明白，我不是为了爱自己而努力，我是在证明我值得被爱。而这份证明的需求，从来没有真正被满足过。我曾以为富足是证明成功的奖赏，但我错了。真正的富足，是你放下证明的那一刻，内心终于平静。我开始练习，把那股用力放下，不是放弃，而是回来问自己，如果我已经值得，我还想怎么活？这句话让我慢慢撕开那些来自恐惧的动力，让我终于开始为自己而活，而不是为了成为别人眼中够好的样子。当我不再试图证明什么，我的人生反而变得更丰盛。我开始做让我快乐的事，而不是让我被认可的事。我开始允许自己失败、软弱、放松，而不是永远坚强。我开始允许自己只是存在，而不是永远表现得好。这样的我，真实得多，也自由得多。我的关系更深了，不再依赖表现来维持连结。我的金钱流动更稳了，因为我不再从匮乏出发。我不再觉得我要达到某种程度才能享受生活，而是知道我可以现在就拥有一切。这是一场深刻的内在转向，从我怕不被爱到我本来就值得爱，从我要努力证明自己到我就是我，已经够好。有时候，这样的转变不是一次完成的，而是在一次次选择之间慢慢建立起来。每当我又想要从外在寻找认可时，我就温柔地提醒自己，你不需要证明，你只需要记得。记得什么？记得你是完整的，是被宇宙爱着的。记得你不需要与任何人比较，不需要达到某个成就。你只是活着，就已经够珍贵。当我真正活出这种信念，生活变得轻盈。我不再恐惧失去，也不再为了维持形象而耗尽心力。我更真实地面对每个当下，让丰盛不是来自控制与努力，而是来自我内心的自然流动。如果你也曾在这样的压力中迷失，请相信，那不是你的错，你只是学会了用努力换取爱。但你现在可以选择一条新的路，你可以放下那份用力，慢慢地，一步步地回到自己身边。你不需要证明，只需要存在。不再用力证明后，你会发现富足一直都在你身上，从未离开。曾经，我以为人生就是一场对抗，对抗失败，对抗未知，对抗内心那些不被允许的情绪。我总是紧绷，总是准备好应战。哪怕外表看起来冷静，其实内心每天都像打一场仗。我跟自己对立得太久了，对抗疲惫，逼自己撑住；对抗恐惧，逼自己看起来坚强；对抗感受，逼自己合理化一切难受。我以为只有把自己训练得够强，才能在这个世界好好活下来。但某一刻，我累了，不是身体的疲惫，而是一种深层的不想再这样下去。我突然问自己，
如果这就是活着，那我到底是在守护什么？那一瞬间，我的心整个松了下来。我开始慢慢觉察，原来这一路我不是与世界对抗，而是与自己对抗。我害怕自己的柔软，害怕自己的真实，害怕自己的需要。所以我假装坚强，假装无所谓，假装没事。但宇宙从来没有要我变成一个不会痛的人。那一天，我静静坐着，看着窗外的云。我忽然意识到，云不需要努力移动，它只需要被风带着，自然就会流动。那是一种无声的智慧，是宇宙的节奏。而我呢？我一直试图自己控制风的方向，结果只是让自己偏离了生命真正的轨道。我开始学会停下来，开始练习与宇宙合作，不是放弃，而是信任。信任自己内在的指引，信任每一次推动背后的意义，信任那些看起来像阻碍的，其实是在引我走向更适合的道路。与宇宙合作，意味着我不再急着要结果，而是愿意专注在自己的能量上。在心够稳定，频率对齐的时候，一切自然会发生。我不再逼自己什么时候一定要达到什么，而是开始问自己，我现在的状态是打开的吗？是流动的吗？因为我知道，真正的丰盛不是拼出来的，是你对齐宇宙的节奏后，它自然流进来。从那以后，我的生活有了奇妙的变化。我不再焦虑的追赶，也不再用抗拒面对未知。我开始接纳自己的情绪，让悲伤有空间，让疲惫被看见。我让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，而不是一个功能性的存在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不再怀疑自己的感受，因为我终于懂了，内在的声音就是宇宙给我的导航。它不是脆弱的证据，而是我与宇宙合作的桥梁。这种与宇宙合作的方式是一种节奏，一种气息，一种流。它让我慢下来，也让我走得更稳。它让我更温柔，但更有力量。不是因为我变得强悍，而是因为我变得真实。我开始感谢那些曾经让我痛苦的经验，因为正是那些时刻，让我放下对抗，学会臣服。臣服不是屈服，而是一种深深的信任。相信我正在被带领，相信一切都有意义，相信我会抵达。现在的我，每天仍有挑战，但我不再用对抗去面对。我选择对话，选择合作，选择流动。我愿意相信，每一个当下，宇宙都与我同在。我不再与自己打仗，因为我知道，真正的富足来自内在的和解。当我学会与宇宙合作，我也同时学会与自己共处。那是一种最深的富足，无需拥有，就已圆满。那段日子，我总是在担心，担心钱不够，担心关系变质，担心未来不可控。即使眼前一切看起来稳定，心却始终悬着。我以为只要更努力，更谨慎，就能避免失去。但事实是，那些恐惧从未真正离开。它像影子一样，藏在每一个选择的背后。我微笑着做决定，内心却小心翼翼地盘算风险。我努力维持生活的秩序，却不敢真正放松。即使别人说我很幸运，我自己却知道，我活在一种深层的不安里。那是一种无形的压力，像一条看不见的线，勒住心口。我不知道它从哪里来，只知道它一直都在。有一天，在一场静坐里，我忽然听见内在的一句话：你不是害怕失去，你是不相信自己承担得起控。这句话像是一把钥匙，开启了我从未敢碰触的房间。
我开始面对那些我逃避已久的问题。如果我没了收入，是否还相信自己有价值？如果我失去了关系，是否还觉得自己值得被爱？如果我不再被需要，我还能安心的存在吗？答案一开始很让人心痛，因为我发现我把太多的安全感放在外面了，放在拥有的东西、角色、他人的看法上。但这些东西本质上从来都不是稳固的。我之所以恐惧，是因为我在错的地方寻找稳定。我想从不确定里找到确定，想从变动里截取永恒。那怎么可能？真正的稳定只能来自内在，真正的丰盛也不是来自拥有很多，而是失去之后依然完整。我开始练习回来，不是回到哪个更强大的自己，而是回到那个什么都不装饰却仍然值得存在的自己。每天早晨醒来，我不再急着检查进度或绩效，而是问自己，我还记得我是谁吗？我不是成就，不是身份，不是那些数字，我是那个正在呼吸、正在爱着、正在体验的灵魂。我开始懂得欣赏那些看起来什么都没有的时刻。空房间里一缕阳光也可以让我感受到富足。独自走路时迎面吹来的风，也像是宇宙在轻声对我说，你没少了什么。原来这些我过去忽略的微小感受，正是我与丰盛之间最真实的接触点。我不再恐惧失去，因为我发现每一次所谓的失去，其实都是我更靠近真实自己的机会。不是失去，是抽离；不是惩罚，是回归。那些离开的人，是我停止自我否定的开始。那些结束的工作，是我转向灵魂道路的邀请。那些关不掉的焦虑，是我内在真正需要被拥抱的声音。从那以后，我开始与恐惧共处。我不再试图把它赶走，而是对它说，谢谢你提醒我，我想要回来了。每一次这样的回来，都像一场安静的归途。我让自己躺在床上，不再想着要达成什么，而是感受着此刻这个被温柔包围的自己。我不需要成为任何版本的我，才能值得这份宁静，因为我已与丰盛同在。不需要再追，不需要再证明。它不是目的地，而是状态。当我活在信任中，活在与自己连结的当下，我就是在与丰盛对齐。不论外在如何起伏，我知道我在流利。我与宇宙在同一个频率上。这样的我，不再抓住旧有的控制模式。我允许流动，允许未知，允许改变。我不再紧闭的双手，开始张开来接收。也正是在这种放松中，我更常经历意想不到的支持。我不再追求机会，机会却自然出现。我不再恐惧损失，反而体会到空出来的手，才有空间接住新生命。原来，我不需要用力保护什么，才能安心。我只需要回到自己，回到这个当下。我就是富足的，我就是被爱的，我就是完整的。现在的我依然会有低潮与波动，但我不再以为那代表我哪里不对，而是知道那只是生命的一部分，而我仍然与丰盛同在。这样的信念不是乐观主义，而是一种穿越黑暗之后对光的真实体悟，一种在失去中仍然能够拥抱自己的选择，一种就算全世界沉默，我也会对自己说，我还在。这个我，不是因为没有失去而富足，而是即使失去，依然可以爱着、活着、信任着。这样的我，是我最喜欢的样子。
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